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玉成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前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台北市议员徐宏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川普是不是在虚张声势呢？他到底要打还是不打？您可以看到呢，川普对外说，现在美伊之间中东这个战火的停火协议非常的脆弱，就依靠维生系统，他比喻是维生系统在撑着，随时有可能破局，随时有可能开打。可是呢，讲谈判两方的条件又谈不拢。那据说啦，有一些知情人士又放话了，川普可能很认真比过去都更认真，考虑恢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像是这样的放话，过去几周我们听多了可是有一些事实，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包括美国非常罕见的公布了核弹潜艇它的位置动态包括过去这些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怎么会刻意去泄露这个核弹潜艇的布置呢？这是美国第6舰队说他们的2害2级弹道飞弹潜艇在礼拜天抵达这个位于西班牙南部海岸的英属的直布罗陀。一般来说都不会讲出来，这是最高度的机密。那是不是在威吓伊朗这件事情，对伊朗施压呢？另外，我们看到美军的战舰的确在中东这个地区在戒备中，包括迪利波里的272号突击舰在阿拉伯海附近活动，还有包括美国的海军独立级滨海战斗舰也在阿曼湾被发现，所以的确他们在这个区域保持着很高度的军备的状态。那在空中也一样，美军每一天出动6到8架的无人机还有飞机。过去24小时之内，你也可以看到呢，包括在伊拉克在波斯湾，在各种的这个海岸包括阿曼湾，这里有很各式各样的战斗机、巡逻机在这里做活动所以你要打还是不打，还是这句话你喊打却不敢打。CNN 也看破手脚 ，CNN 的报道就说，伊朗早就看穿你了，你的底牌很明显嘛，只是嘴巴讲，可是不敢真正的行动。而另外呢，伊朗持续抢虾，他说你放马过来呀。他们的国会议长说这个停火命悬一线你美军等着收惊喜其实过去这几天他不断的高强度的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还有多少的武力这个蓄势待发那当然都存在的各种的可能是虚张声势的这个情况。可是呢，你也不能完完全全低估它可能有的实力。而另外，我们再看到伊朗的波湾海豚，这边指的是这种迷你潜舰它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这里呢布置了大量这样子的迷你潜舰，它有2种功能，一种是直接攻击。直接攻击你这些船只，另外有可能偷偷在这里布置水雷所以他们说这是隐形守护者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戒备还有攻击的一些这个作为。那另外我们看到伊朗军队最新的发布是他们击落了一架敌方的无人机。那美军基地呢，现在开始包括对自己的战力、自己的武器都在做盘点。五角大厦说，未来他们要部署雷射与微波的反无人机系统。五角大厦已经指定了5处的军事基地要做这些事情，可能在伊朗的战场上，我们看到他被无人机打怕了。来，老师，美国故意把它的核动力潜舰在直布罗陀海峡这个地方把它揭露出来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多此一举，有点幼稚如果你想要使用核动力潜舰的核弹头，那基本上来说不需要动用到核动力潜舰，因为以美国现有部署在德国，美国在德国有核武基地，美国在土耳其也有核武基地，也就是说都有核弹头摆在那个地方。那你动用这个隐身的战略轰炸机基本上就可以对于伊朗实施核攻击。可是问题就是核打击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样，如果你美国在现代这个时候，川普他对于伊朗采用核打击的话，那你等于是跟全世界为敌了，而且你会成为全世界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一定是战争罪，这绝对是战争罪。
更重要的地方是，当他把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俄罗斯就更肆无忌惮，也更没有限制了，他可以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了。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使用，而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盟国没有抵制美国的话，那俄国就可以就毫无忌惮的在乌克兰使用核武的时候，乌克兰的战争结束的速度就很快了。所以我个人是认为，美国既然展露了它的核动力潜舰，可是又不敢使用核武，然后又要故意把它曝光，把它浮上水面，让大家看，好像就是说我已经要威胁你喽。那这样的话真的是很幼稚，多此一举。因为大家问说你敢打吗？你敢用吗？如果你都不敢，那你这样有什么意义呢？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你核动力潜舰也不敢经过赫尔木兹海峡这么浅的水域，因为这个水域你走这个核动力潜舰的话，坦白说危险度实在是很高啊。这个我们都觉得不太理解，美国怎么会把智能降到这么低？五角大厦是有战争经验的，你怎么可以随政治人物在操弄你？你把你的军事专业都把它弄掉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现在美国对川普来讲，他陷入最大的困难是在于，他如果不动用地面部队的话，他只靠他的轰炸，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了。为什么？因为从2月28号他发动这场战争，然后3月份强度这么大，密度这么大，然后跟以色列联合对于伊朗进行了1万多处的这个攻击。打了2000多个军事基地，也就是说，等于是美国能打到的军事基地，没有一个地方没打到，是都打到了以后，伊朗没有屈服。那也就是说，伊朗把他的空军2/3的战力藏在山洞里面，到目前为止，美国打不到。他把他的这个导弹也都放在山洞里面，把他的无人机都放到山洞。现在美国评估，伊朗最少恢复到70%了。而且无人机的生产制造就直接在洞里面在生产制造，所以无人机它基本上是解决不了的。为什么？因为俄罗斯透过里海的秘密管道，一直把无人机所需要的发动机，还有它抗干扰，还有它的这些精密的制导，还有它本身的这些零料件，都从这个里海这个地方，因为里海是内陆海，美国没有办法有效封锁。所以从那地方源源不绝的运到这个伊朗来，而美国没有办法阻止俄罗斯做这件事，是因为俄罗斯它的诉求很简单：你美国、欧盟支持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对我，我就会支持伊朗的武器装备。所以当伊朗的外长在上礼拜到俄罗斯去访问的时候，普丁会见他，普丁接见他，普丁就说：“我绝对支持你。”那这个就是一个摆明了，你根本没有能力去阻止。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你川普你说我要再轰炸，我要再度启动战争，但问题就在于他不会屈服啊。所以大家在问是说，你什么时候出动地面部队？可是问题是，第二个问题要问的更深的一点就是，你的地面部队要出动到多大量，打到多深，才会让伊朗屈服？如果你只是蜻蜓点水式的这种地面部队进去就走了，伊朗为什么要屈服？是，你只是说来了一下，炸了几个山洞又走了，伊朗为什么要屈服？可是我们看到上一次他所谓的挽救人质大兵，后来大家已经大概可以确认，当时是要去把这个伊朗的核浓缩铀的基地的浓缩铀拿走，因为不然的话，没有人会派200多位这个绿扁帽部队，还有他的三角洲部队的这么庞大的军力去救一个人，还有 C130，而且还2架都被打掉，后来紧急再派1架去把它救回来。而 C130里面竟然有山猫，对，还有轻型的直升机，那就大家就发现说不对，还有核武专家。你救人质怎么会找一个文职的核武专家跑去那个地方呢？然后识别证来不及带走，被人家发现，这些都已经告诉大家说，哦，原来你是要进去里面去抢那个核浓缩铀，但是结果你还是失败，而且是你最精锐的部队，100多架战机做掩护，100多架战机掩护，然后200多的特种部队的人再带核专家都进去的时候，你还是被打下来，然后你还是最后
赶快再派一架飞机把他们接走。是，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地面部队看起来你美国、你川普不太敢打，又装的要打，然后又没有要全面要打，难怪 CNN 会看透你，CNN 都看透你，认为伊朗看不透吗？对，伊朗一看透，伊朗怎么会怕你呢？没错，上一次的救援任务可能是以救援作为掩护，实际上是要进去夺取这个浓缩铀，可是最终这个任务是失败的。来请教何谦。是这2天这个谈判陷入了一个僵局啊，川普不断说伊朗人的提案回复来这个 feedback 越来越夸张，那甚至到了要用维生系统才能撑住这个停火状态的时刻。那显然啦，这一周当然伊朗人也知道川普马上要去中国大陆访问。那在这个访问，你身在国外啊，其实很难遥控去指挥一场。如果军事脚步、军事行动演进的速度非常迅速的话，其实你川普人在一个异国他乡是非常难指挥一场战争的。所以在这一周啊，我们也并不意外说伊朗人把他的态度逐渐变硬，甚至去引入一些在前一个阶段的停火协商当中没有引入的话题。我们就看到这个礼拜伊朗人提出一个，他开始索要战争的赔偿。他说我们这个从开战2月28日到现在，已经有3000多人的这个3000多条人民的牺牲啊，然后还有很多基础设施被你这个包括民用的设施、非军用的设施被美军跟以色列轰炸，那是伊朗要求赔偿。第二个呢，他除了这个要求美国解除对石油出口的限制之外，伊朗还说你要把我在全世界各地被美元体系给制裁的这些冻结的资产，你给解冻啊。那这2个议题其实不是一个非常急迫的议题，因为美国对伊朗海外资产的制裁跟这个冻结，并不是10月28号，早就如此了。那包括战争赔偿，我们更知道啊，就是说一场战争要打到去谈战争赔偿的地步，一定是不管是他在战局上有非常鲜明的胜负，或者是在国际政治的道义上有非常明确的对与错、正义与不义的宣判，像这个2次大战这个的战局结果这样，你才会有一个讨论战争赔偿问题。否则，如果当这个战线还在僵持，当两支军队都还有对峙的意愿跟力量的时候，去谈战争赔偿，实际上就是一个在婉拒或者是拖延谈判的一个行动。那这样类似的策略，其实我们在过去4年当中啊，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当中，我们也多次看到乌克兰使用了这样的策略。他说，俄罗斯要对乌克兰提战争赔偿，或者要把普京送到这个国际战争法庭上去进行审判。那这其实都是去抗拒这个你这个东西提出来，谈判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那本周我们可以看到，伊朗人是使出了这样的一个拖延的策略。第3个，伊朗开始谈核问题。他说，如果当我们把海峡的问题打开之后，我们有30天的时间可以来谈核问题。但是伊朗就说，我不会把我的浓缩铀给交出去的。那俄罗斯也提议了，俄罗斯前几天啊，这个5月9号，普京在这个红场阅兵完之后呢，他又开了一个记者会，他说俄罗斯提出的提议仍然有效。俄罗斯在战前就说，如果美国跟以色列觉得这440多公斤的风度60的浓缩铀放在伊朗人手上，你很担心他把它再提炼一下，然后就把它变成核武器，那我俄罗斯可以提供保证，伊朗可以放心的把这个浓缩铀交到俄罗斯的国土上来。但当时啊，这个普京当时就爆了一个料，他说其实原本美以伊都同意了，后来美国临时反悔，美国又临时反悔，然后就开始了这场战争。那普京现在就重申了，如果大家愿意提供的话，我俄罗斯还是可以作为一个保证方可以来储存伊朗的核设施，不会被美国拿走。但美国现在好像不是很乐意啊。那以色列当然内塔尼亚胡在前2天跟川普通电话就说，我们就派人进去把它搞出来，就像刚刚赖老师讲的，我们再派一次这个特种兵的作战。但现在我猜测啊，白宫对于以色列所提供的情报，还有对于战局评估的可信度啊，现在应该心里是有一个小小的问号，因为这个之前以色列人就不断的告诉川普说，只要你把哈梅内伊把他的这个最高领袖斩首，然后呢，因为民众很多人讨厌哈梅内伊啊，这也是对，那民众就会上街了，然后这个政权就崩溃了，结果这事没有发生啊。对，然后再后来这个美国就说，那我们给这个当这个战争啊打到这个僵局的时候，我们给库德人发枪吧。在这个伊拉克境内，还有这个伊朗跟伊拉克交界有很多库尔德民族嘛。那结果这个 idea 刚提出来的时候，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说，对不起，我们不参加这场战争，不要把我们当刀使啊，这个我不想为你做无谓的牺牲。那现在呢，伊朗人这个还提出啊，就说我们要的并不过分啊，我们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但这个安全通行，他没说的是在伊朗在革命卫队海军的监管下的安全通行，我可以定措施、定通行费的这个收取的方法。那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但你要给我交钱。那这当然跟美国要求的恢复全面自由通行啊，这个相距甚远。那在这个川普访问大陆之前，我们也看到伊朗外长先跑了一趟北京，那也跟王毅见面，并且提出希望中方来做战后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
维持框架的这个稳定框架的一个保证人。那未来这养成这个议题怎么在北京发酵，我想全世界都会非常的关注。所以说到底是美国被以色列给骗了吗？有这个部分存在。来，请教宏庭。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不要用正常人的角度去分析川普哦，所以我们试着用另外一种叙事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说，坦白讲，现在伊朗跟中东的局势，过去川普就说，因为中东的局势还没结束，所以我先推迟跟习近平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川习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可是我认为最近这样，川普应该是用反向思考的方式来面对川习会，也就是其实中美双方在竞争格局之下，现在都拿着中东这场战争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博弈。那包括普丁，他其实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叙事，所以普丁再一次的重申，就是说，如果那个我当初的提议还是可以啊，如果伊朗愿意把这个核能力往我这边放的话，那我还是愿意的。但他的条件是什么？他的条件只是他没有讲出来，就是美国你要去逼乌克兰。要在某种程度上你要让步，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维里面，我觉得既然看不懂，我觉得 CNN 讲的东西有一半对，有一半错，因为 CNN 是用普通正常的统治逻辑在看川普，也就是说，他发现川普绝对不会在这个地面部队，不会有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去进入伊朗。那可是我觉得 CNN 看错另外一点是，我不觉得川普到最后不敢打，但我认为他是有计划的要拖，因为我们试着用谁得利谁得利谁吃亏的角度来分析这事好了。如果今天伊朗的战争继续打下去，倒霉的会是谁？倒霉的其实是亚洲，是我们，全世界吧。日本、南韩、台湾、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东南亚的，只要是能源进口国都倒霉。对，然后能源的出口国也倒霉，就是阿联酋啦、沙特啦、卡达啦、伊拉克这些都倒霉。对，然后欧洲未来会因为 inflation 倒霉。可是最妙的是谁得利？美国也倒霉吧？美国他们也很严重。美国人民倒霉，但是美国政府只要他可以卖天然气，因为中东的天然气会变成他。所以说川普是得利的。应该这样讲，他不一定得利，但是他有本钱拖，因为越拖，因为他应该这样讲，他发动这场战争，他赔的东西是什么？赔的是面子，赔的是人民的这些 inflation， 这些 cost 他已经付完了。战争越拖越久，其实美国现在越赚越多啊。所以你觉得因为页岩油，因为页岩油跟 LNG 未来可以转移啊，全世界都在转移啊，台湾也转了30%，这很有趣啊。对，这个思维还蛮特别的，对不对？但可是这是真实发生的状况。然后还有谁得利最多？俄罗斯，他也在输出他的这样对他的石油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现在的状况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在川习会见面之前，那美国现在释放出一个，反正我要打，我也可以继续打；我要拖，我也可以继续拖。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他以为，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我们以为王毅在拿巴基斯坦跟伊朗的外长来，希望中国试图的要拿中东这场战局来作为跟美国谈判的筹码。可是美国现在展现出一点，就是其实我不怕拖，而且这场仗打下去，越打越久。那中国遇到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它在经济上它会受到损失，因为它过去它也是能源进口大国，它因为过去除了很多，所以它大概有6个月到7个月的这个时间暂时不会遇到状况。可是打越久它越受伤，可是它在经济上受伤，可是它在战略跟国际地位上得利。对，所以中国遇到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状况，就是那同样的问题如果在川习会上，请问你是习近平，你希望再打下去还是再拖下去？好难回答。那如果川普跟你讲说，我也不介意再打下去或再拖下去，那就一起拖吧。所以这场谈判最妙的事情是，他双方都有战略主动权。所以让这场谈判变成川习会的主轴，有助于美国什么？不要去谈很多他想很严肃的问题，比如说台湾问题，或许在中东问题上面就被排挤掉了。所以我认为双方都在拿中东这件事情做战略角力，只是接下来就看川习会到底要怎么谈。那个才是重头戏。也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大家可以想一想，有几分的道理。不过我们来看看日本这个国家最大规模、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示威登场了。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他说，由于日向，也就是高市早苗他力推修宪扩军这件事情，让日本人出现了反战这样的声浪。里头有2大特点，由《纽约时报》观察到的。第一个是参加的人创10年新高，第二，世代跨度极大上街头的有老先生、老太太，
也有很年轻的20几岁的年轻人哦，所以他们认为呢，这是展现了日本民间认为哦，不希望军国主义复辟，以及不希望战争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川普他要面临的问题是国内人民的反弹呐。我们看到2/3的美国人说，哎，你要告诉我你为何而战，这场仗到底为什么要打哦？所以他们要问他们的领导人，并且他们认为哦，通货膨胀、汽油上涨，对他们个人还有家庭的财务状况造成很大的影响哦，所以比上一个月的调查已经又上升了。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一场战争，让海湾国家被拉下来了，尤其是阿联酋。我们来看看，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项独家报道。他说，其实阿联酋早就参战了，他在4月初秘密空袭了伊朗，包括位于波湾的这些炼油区。所以让这个波湾的酋长国成为这项战争这一场战争的积极参战方。大家从新闻上看，好像阿联酋只是被这个伊朗的无人机啊、飞弹攻击，好像是受害者。其实他已经发动攻击了，而且在4月初就这么做了。那另外这一项消息啊，他们也去问了包括阿联酋。可是官方不予置评包括我们看到阿联酋的外交部拒绝就这一次的攻击置评就是记者去跟他 confirm， 他说我不予置评，可是引用先前的声明说，他们有权对敌对的行为做出回应，包括采取军事行动。所以这个答案可能很清楚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巴基斯坦在中东战争中也有一个贡献就是作为调停国。那现在有新闻说啊，其实他有为伊朗的战机提供庇护这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说，在川普宣布跟伊朗停火几天之后，有好几架伊朗的飞机被派往巴基斯坦的坦努尔汗空军基地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也有很重要的战略的一个位置，还有战略的意义。那川普的盟友就质疑了，如果你巴基斯坦这么做的话，是不是已经有为你作为一个调解国还有这个各种的调解的作用呢？这是来自于共和党的参议员，他就做这样子的一个回应。他说，如果你巴基斯坦这样子我们要重新评估你作为一个中道国或是一个调解国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已经明显的不中立了。那另外我们看到巴基斯坦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一向很好，所以有巴铁之称嘛。那现在呢，他签署了中国隐形战机的采购协议说是要给印度第5代战机计划施压。因为大家知道巴基斯坦跟印度在军事上面有很多的较劲跟冲突。巴基斯坦的退役将军说，我们现在已经至少领先了印度5到7年。我们来听听看。अब आप देखें कि वो चीज़ जो हमने 2025 में अचीव की, इंडिया की जो पॉलिसी है और जो उनकी डेवलपमेंटल स्ट्रेटजी है फॉर 2047, वो उन चीज़ों की बात कर रही है जो हमने 25 में करके दिखा दिया। तो ये तो गैप है अभी इंडिया की और पाकिस्तान आर्म फोर्सेस की, स्पेशली एयरफोर्स का एसेस करें तो मेरा ख्याल है कि कम से कम 7 से 5 साल का गैप है। 另外，我们看到巴基斯坦的陆军，它现在正在利用法塔赫-3的巡弋飞弹。这个飞弹据说是借鉴的中国的 HD-1 的飞弹，他们在加强他们在发射车上面的部署。而另外呢，继哈萨克之后呢，巴基斯坦、印尼这2个国家也将以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券来进行融资。这是来自于南华早报的最新报道。来请教老师，我们看到日本的国民为什么要这么多人走上街头站起来反对高市早苗的这个自民党他们的右倾化、军国主义复辟的这样的一个把日本推向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日本的军力真的不小，他们是故意装得很小。日本的军力在全世界排名第8名，绝对不是一个很小的军事力量的国家。有23万个军人，但是日本的军力为什么排名第8名？最主要的是来自于它的武器装备非常现代化，它的高科技的含量很高，它在全世界排名是第5名，所以日本基本上的军事力量、自我防卫的力量是很够。那也就是说，不管它的空军，它从美国买非常好的 F-35最新代的战机以外，它自己也能够做 F1、F2。相当于 F-16等级的这个战机，
它的这个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在世界上来讲，只有法国的这个有里级的传统柴油动力潜舰可以跟它比。也就是说，核动力它没有办法，但是柴油动力它做得很好。航母里面它也有准航母，像出云号航母，它还有导弹驱逐舰、护卫舰，陆军的力量也不小，它的坦克做的也都不小。好，这样的一个国家，军力是强大的一个国家，人口也不少，1亿多人口。可是问题就在于，过去日本人能够活得有点像世外桃源一样啊？为什么？因为他人畜无害。为什么说人畜无害？他不发动对任何的国家的战争，也就是说，他的宪法规定他不能够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所以他不会介入朝鲜半岛的战争，他也不会介入跟俄罗斯的战争，他也不会介入跟中国，他也不会介入南海。在过去日本来讲，他的宪法规定他的自卫队只能专守防御。那你想，当他对周边的国家都不会构成威胁的时候，那即使周边的这样的情形，周边国家也不会把日本当成一个威胁国嘛。好，那既然不是威胁国，日本他的国民他们相对来讲就相安无事了，这第一个。而且还有美国的大量的驻军驻守在日本，而且还有第7舰队也在横须贺军港，而且还有这么多的空军基地，甚至在琉球群岛这个地方，美国至少1半以上的军队都放在琉球群岛。那这样的情形，日本其实是安全的、稳定的、和平的。可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高市长们要把日本改变？当他要改变的时候，你看朝鲜已经开始盯的这个日本了，他的导弹射击越来越多了，而且朝日本海的方向射击，甚至他说我不排除我第一时间就用核武去打击你。现在俄罗斯也告诉日本了，你是我最敌对的国家。俄罗斯也在北方四岛这个地方开始强化它的军事武力，导弹开始再进来了，然后军事的设施也开始在做了。中国大陆也开始在于东北、在渤海、在黄海这个地方举行更多的军事演练，而且俄罗斯跟中国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本岛开始进行不间断的这种巡逻。还有大陆的各种类型的导弹驱逐舰、护卫舰，甚至航母都开始往北这个地方来进行演练。这代表什么？代表你日本改变了，周边的国家跟着你变嘛。那你本来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变？那就代表他有企图心。为什么这个军国主义者有企图心？他有野心。他的野心就来自于他过去日本之所以从小变大、从小变强，来自于他以小博大。那以小博大就是他发动对外的战争，是他先发动对中国的战争，甲午战争，获得了2万两的白银，然后还有取得了台湾跟澎湖列岛，又发动对俄罗斯的战争，把朝鲜半岛吃下来，又发动9·18事件，把中国的东北吃下来。所以日本他认为，他因为发动战争，以小博大，使他从一个小国变成一个大国。我觉得日本的军国主义者的目前的这种野心又开始浮现了，有蠢蠢欲动。那当然大家盯着他打了，所以民众现在开始上街头抗议了。来，请教何谦。是这一次这个阿联酋啊，昨天《华尔街日报》爆出这个消息，我们也蛮震惊的，因为过去我们看到这2个多月来，从阿联酋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是，他们拦截了大概500多枚的导弹，然后就是500多枚飞弹，然后以及2000多个架次的无人机。但之前我们收到信息是，他都是做拦截，都是做防守方，他并没有主动的去做源头攻击啊，去变成这个伊朗战，去攻击伊朗境内的目标。但是如果这个报道属实的话，那我们现在就不只是美以伊3方的战争了，也是美以伊加上阿联4方的这个大家斗成一团。那更对区域来说更新的消息是呢，实际上这一次呢，这个以色列已经把他的国家非常自豪的这个所谓的铁穹防卫系统已经部署到阿联酋了。这是第一次有史以来一个以色列的这样的能够把自己的国内的这个防卫系统部署到一个海外国家去。他过去乌克兰曾经要过很多次，但他没有给。那这一次他是借着这个机会部署到阿联酋，当然也把自己的这个军事技术人员也派驻到这样阿联酋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阿拉伯国家去。那这是当然，这个阿联酋跟以色列这个新安全轴心的成型啊，其实也让区域国家，特别是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感到
非常的心情复杂，因为一方面呢，川普其实从第一个任期以来就不断的在推动这个各个阿拉伯国家来大力的签署这个推动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然后跟以色列进行的关系的正常化。那第一个在川普任内响应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并且跟以色列建交的就是阿联酋。那沙特阿地阿拉伯，他其实原本也想做但是鉴于自己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带头大哥的角色在巴勒斯坦问题、在加沙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他不太敢迈出这么一个大步。毕竟，其实在这个阿拉伯社会里面，我们都知道海湾国家都是这个王权专制国家嘛。那其实他国内也有国内的民粹要去应对。那国内民粹的一个燃点其实就是加沙问题就是以色列就是他们的。所以，如果你这个国内其实没有这个政治沟通工作没有做得很通的情况下，你贸然迈出这个大步，其实对于你的专制王权是有一定的威胁的。但是阿联酋在他现任的这个总统这个我们叫 MBZ 这个阿勒纳哈扬，他这个也是阿联酋的这个最大的酋长国阿布扎比的这个首脑统治者，在他的主导之下呢，其实阿联酋就在外交上走得非常的前面。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看到过去这10几20年来，阿联酋能够发展的蓬勃，包括阿布扎比，包括迪拜蓬勃发展，它其实吃到了3个红利，一个是全球化的红利，特别是疫情之后香港原本有很多这个。把很多资本把这个亚洲总部设在香港，那受限于疫情的关系，以及受限于2019年香港这个社会不太安定的关系，很多人迁到了这个阿联酋去。然后在俄乌战争之后呢，俄罗斯的富豪、俄罗斯的资本家、俄罗斯的钱被欧洲制裁，也有很多人避险就避到了这个阿联酋去。那再加上这个英国脱欧之后英国有很多这个人。尤其是持英国护照的印度裔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大户他也把他的由于英国脱欧嘛，他这个资本的流动不是那么顺畅，他也把它迁到了阿联酋去。所以阿联酋它过去受限于全球化的红利、资本的自由流动，加上它地缘的中立性跟安全性，汇聚了很多在其他国家发展受限的钱与资本。但这一次其实它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它要去努力的维护，一个当然是海峡的畅通，这是关乎到它国运命脉之所系这个它每天。毕竟，这个在过去它还在 OPEC 里面的时候呢，它一天能够出300多万桶原油嘛，但实际上它产能有500万桶，所以它也希望赶快把这个海峡打通，并且挣脱掉这个石油输出入国家组织的对它的产能设的上限，其实也就是沙特对它设的上限。然后呢，尽快的在这个油价还比较高的时候，尽量把油卖掉，然后去服务于它的产业多元化。因为对这样的国家来讲，最怕的就是我油还有，但是全世界的人已经不用油了，这是很麻烦的事情。不过阿联酋参战这件事情，经过《华尔街日报》的披露大家觉得哇，原来是这样这个很惊讶吗？有些人很惊讶，可是有些人早就知道了。来，请教洪庭。我觉得阿联酋的动作比较像是一个对等的态度展现因为你可以看到阿联酋在最近的这几个事情上面，不管是他脱离了所谓的这个 OPEC 组织，然后跟所谓的空袭伊朗的这个部分，我觉得阿联酋做这件事情其实很明显，他就是要跟伊朗讲说。你跟美国的事情是你跟美国的事情，我跟你的事情是我跟你的事情。所以你如果再破坏我的卖油的这些计划，那我就要破坏你卖油的计划。所以其实双方都是为了经济。不然我问你，阿联酋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他要去脱离 OPEC 组织？其实就是因为 OPEC 给他设上限可是他说我明明就可以多卖一些。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我再一次的强调，这一场冲突它还会不会逼到战争的阶段？其实各方的角色，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所以这回到刚才大家在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民调有2/3的美国人搞不清楚川普为什么打伊朗？我觉得现在最合理的一个解释应该是这样，就是川普看到伊朗自己内部因为经济状况在动荡，以为说我可以去踹他一脚，就把川普这样踹过去，然后刚好以色列又告诉他说，你看我们现在可以去做这些动作，可是打下去了以后发现，伊朗比我们想象中准备的多，然后呢，再发现另外一件事是，看起来我从美国没有那么快速的去动用所谓的地面部队。我只能做唯一的解释，就是我认为他的核能力还没有到达成熟的阶段，所以现在想动地面部队的是以色列。那以色列在伊拉克里面都设了秘密基地了，那最近你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这个空中的观察机在这边，它其实是在保护它啦。那你可以看到，就表示以色列那边也有可能有大规模的动作。
可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其实也不太急。美国也不急，然后其他地方大家都用这些地方去做杠杆。其实巴基斯坦自己内部的 LNG 天然气也很严重啊，所以最近荷姆兹海峡才刚放了一台给巴基斯坦的这个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对，所以每一个国家现在都在利用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对自己做最好的打算。那包括现在整个国际局势都因为它而有变动。最担心的其实就是亚洲，我们也应该要做好准备，因为如果这场仗继续拖下去，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未必会得利哦。那我们如果没有得利的话，那我们如果在能源上出现了比较大的危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所准备。因为中国大陆就算它有所准备，它过去除了那么多，它最多大概也就是撑7、8个月的能源的价格压得住。对，可是超过7、8个月，它的能源价格也要开始做变动。那韩国在这里面，它的抵抗力是最低的，所以过去一度它连车号都在限，就哪一天可以开哪一个号码的车子，它都在限。那日本也有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朋友。你看，巴基斯坦会藏伊朗的战机，我都不觉得意外。他之前连宾拉登都，他15年前连宾拉登都藏了，他现在藏伊朗的飞机又算什么呢？所以每一个国家的利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到国外的局势来判断，我们国家现在还是要有所准备。对啦，徐宏庭一直在呼吁政府应该要有一些准备，可是政府有听见吗？我们来看看对岸，因为川习会要登场了，现在全世界的焦点都在这个地方。不过先来看看宇树科技的官方微博最新消息，它发布了全球第一款量产版的载人机甲。您看到这个画面很像是变形金刚啊，就跟电影里头一模一样哦。这一架变形金刚来自于宇树科技啊，一架要卖390万人民币，大概1000多万台币啊。那它可以变形，载人之后的体重大概是500公斤，哇！这个科技一直来，我们现在就在科技电影里面的这样子的场景啊。那说到川习会，我们看到川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布了最新贴文，他写着：“我非常期待此次中国之行，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拥有一位深受世人尊敬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我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那目前已经有12架 C-17的运输机抵达中国。从5月1号开始，我们看到源源不绝的美国的物资，就是川普个人这个访问团的物资啊，送到中国大陆的北京去累计运送500多吨。他到底是要把家搬过来还是怎么样？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对比于2017年川普访华的时候，只有2架运输机相比这一次的访华物资运输量很大幅度的提升。另外，大家都看到他们发布的行程里头有一个参观的行程是要去天坛，所以呢，您看到，先来看看这个距离美国驻陆大使馆10分钟步行的时间，在亮马桥这个地方有四季酒店，还有燕莎中心的凯宾斯基饭店，这个地方已经全部净空已经停止对外预订，所以媒体说，川普有可能会下榻其中一个饭店，然后他的随行人员各个方方面面的幕僚也会下榻在其中一家饭店。而我刚刚提到的天坛公园，从5月13号到14号停止开放，包括祈年殿、黄琼屿等热门的景点周边都出现了非常多的黑色轿车，还有商务车可能都是一些安全维安的人员在那边做一个相关的安检。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习会前大陆他制作了一个短片，我们来看一看。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oples both want a life of peace and happiness. Their joys and sorrows are much the same. Their online chats and in-person interactions reflect how the world should be. The Earth is too small for China and the US to turn against and confront each other, and the Pacific Ocean is vast enough for both to prosper in their own ways. China and the US must coexist peacefully on this planet for all time to come. A ready and open China is right here. It is now for the US to choose the right course. 好，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外交部所制作的短片，这个核心价值叫做和平共存认为美国跟中国可以在地球上一起和平相处。而香港的《明报》是这样报道的，他说中国大陆高规格的接待川普，可是不会有幻想，
因为回想9年前的2017年哦，那个时候中国给川普的国事访问加待遇啊很高规格，可是川普一回到美国之后，就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中国大陆就不存幻想了。再来看看这个所谓的访问团的企业名单。过去我们都报道说黄仁勋会去，可是答案揭晓，他没有在名单上哦。外界就很多揣测说，为什么？这个马斯克啊、库克啊，还有波音公司的执行长都在。可是 AI 晶片巨头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缺席啦，不在这份名单内哦。那我们就看到，包括美国智库的企业研究院的研究员，他就说，这释放出一个讯息，美中的 AI 晶片角力战略讯号哦。中国大陆的 AI 实验室很难获得像辉达那样性能卓越的晶片。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农业协议的方面哦。我们大家知道，美国希望北京多买一些大豆，可是现在看起来，北京的增购意愿有限的。来，请教老师。语速的发展速度是十分惊人啊！那它的每一个步骤都跟他所宣布的是很接近啊，因为他认为说到年底的时候啊，这个语速要开始走入商界啊，走入民间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在中国大陆的机器人啊，要进入商业化的速度是越来越加快。当然，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我们都会担心，例如说像我们人口老化的问题，少子化的问题，未来我们的经济状况，如果说越来越难去再请外劳，那如果说我们东盟的国家、东南亚的国家，他们的经济也越来越好的话，他们愿意在输出外劳的可能性越来越低，那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怎么办？最后我们需要是看护机器人进入我们的家庭里面，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未来的一个梦想，也就是说，如果有这种看护机器人未来都进入我们家庭来帮我们做家事、照顾我们这个年纪大的人、行动不便的人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可以解决我们的少子化的问题。这个依靠的就是什么 AI 跟机器人的整合。语速的这个发展，各位已经可以联想到它的好多的运用性了啊，可以用在战场，也可以用在工厂，也可以用在山地的爬行啊等等的运输载货的这些都可以做到。我想很多人的想法越来越多。那有关于这个川普这次到中国大陆的访问啊，您看这次派的机队这么的庞大，运送的后勤物资这么的多，而只负责他跟他太太2个人，而且待的时间很短。对啊，也就是说第一天国宴，那国宴他到底要穿，他的太太要穿到什么样的衣服？难道是每1分钟换一套衣服？500多吨。对，是500多吨。他是打算怎么样？就是进场的时候先一套衣服，然后马上就转去换另外一套衣服，然后再进场吃吃第一道菜，吃完了以后就离席，再去换一套衣服。他是打算要这样子吗？还是怎么样啊？这个有时候也有点有趣，因为我们知道有国宴嘛，对，后天就是一个国宴了。那国宴他要展现他的华丽的衣服，他已经是模特儿嘛，那他是不是要在 T 台走秀？那干脆不是我们这个 TVBS 的 T 台哈，是我们的模特儿的 T 台。那伸展台，那干脆这个国宴里面摆一个 T 台，让他去走秀一下好了。也不需要到500吨吧？对啊，不需要吧？这叫代表什么？没自信。你越强大的时候，就越不需要这些排场。你越弱小的时候，你就越需要排场。中国告诉你，美国人说我们可以和平相处，我觉得很难，很难。因为美国人他不想让任何人超越他，而中国是唯一很有可能5年、10年后超越美国的国家。美国在中国还没有超越之前，中国要寻求美国跟他和平相处很难。中国一旦超越了，保证你和平相处。好，我们进一下广告。最后他。好，睽违9年，川普再度访问中国。你看到维安还有他下榻的酒店附近，现在已经动起来了。来，
是这个时隔9年啊，上一次到中国大陆土地去访问的美国在任总统也是川普，因为拜登没去到嘛，拜登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这个无人飞艇的风波啊，所以变成2017年到2026年2次访问都是川普总统。但是这9年过去啊，中国、美国各自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中美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全世界看待这2个国家的视角跟态度也发生了巨变。所以我想这一次啊，2个人再次在北京的土地上相见，应该会有非常多的感触。那中国大陆呢，昨天他正式宣布啊，这个对于川普的邀请之后，他提出了3点啊，他说只要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前提之下，那2国是可以这个和平共存，甚至可以为纷乱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跟稳定性。那我就看了一下，什么叫平等、尊重、互惠？为什么这3个前提这么的重要？虽然看起来是一个老生常谈，但其实我想这里面蕴含了很多中国大陆对于对美关系的这个政策密码。第一个所谓的平等，他也知道，其实我们从2021年啊，那个时候还是拜登政府，但是大家可能还记得在阿拉斯加的安哥拉治，那个时候有一次2对2的会谈。杨洁篪、王毅代表中方，然后呢 ，Jack Sullivan 苏利文跟这个布林肯代表美方。结果在那一次会谈中，双方就大吵。美国那时候布林肯说了一句话，说我们要从以实力的地位出发来跟你打交道。结果杨洁篪就拒绝了，就是我们要平等相待，你不能恃强凌弱，不能说啊你要以实力的地位居高临下。所以第一个是平等，大国跟大国之间要讲究这个国际法、国际公理。第二个尊重啊，我想这其中蕴含了很多条，包括对于中国大陆自己的制度啊、路线、政权合法性的尊重，以及对于领土主权完整，特别是包括台湾问题的尊重。你要达到了平等，达到了尊重，我们才能去谈互惠，才能去谈啊，包括农业采购啊，包括买你的石油天然气啊，包括这个双方的科技 AI 互相是不是能够相互解禁，相互这个去掉一些泛安全化的这些藩篱。那所以我想。习近平在2月的时候说啊，我们今年要乘风破浪，平稳前行。所以风浪还是会有的，但是怎么样平稳前行，考验双方掌舵人的智慧跟努力。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洪婷怎么看川习会？我觉得中美就是在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那刚和谦有所提到，其实中国的叙事很简单，中国的叙事就是说，因为我是过去全球化的这样子的一个体系的得利者，所以我一定会重申，就是说我希望你可以重返所谓当初 WTO 的非歧视原则，就是说你不要对我有差别待遇。但现在美国其实中国想谈的东西都是美国对它的差别待遇，第一个就是关税嘛，第二个就是科技管制嘛，再来就是他可能台湾也有可能会提到，就所谓的中国想谈的是3T 嘛，那美国想要谈的就大家有人讲说3B， 有人讲说5B， 有人讲6B， 那哪3B 呢？就是牛肉、大豆跟波音嘛，这是大家目前看起来比较多的。那纽约时报刚写的就是说，除了这3B 以外，又多2B， 叫 Board of Investment 跟 Trade， 就是说贸易委员会跟商务委员会的常设可能也会在谈。那我认为还有一个隐藏的，所以是6B， 另外有一个隐藏应该是美国国债。对，就是 China， 你对我美国国债的基本态度，你不能把它当做所谓攻击的工具，你或许不用增持，但你也不能特别减持或特殊在卖这些部分。我认为大概双方的框架能谈的东西不外乎就是这样。可对台湾来讲，我觉得台湾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川习会之前，双方放话其实都不少，可是我看到了美国有很多行政单位的人不断的在强调，就是说都在示警。第一，军购有可能被抬到桌面上；第二，蛮多的外交体系的人现在一直在谈，就是说基本上川普应该要坚持所谓的6项保证。当一个议题被很多的官方人士拿来做所谓的 reassure， 就再确认的时候，就表示这个议题其实是危险的，所以他才必须要被再定义、再确认。那当然，对川普来讲也有可能啊，因为6项保证是个 memo， 一法3公报是个法令。我认为最后双方可能会到一个中间点，就是川普会说啊，我一切照着一法3公报。那讲这句话 ，China 能接受，那台湾也能接受，因为按照他的 rule 就是长这个样子。那但是6项保证也是当初